前面的视频的菜你都可以不学，但这个菜你一定要学起来，你绝对不会后悔。兄弟们啊，今天给大家做个葱油面，你肯定要说葱油面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吗？很多博主都教过，不就是炼个葱油，用个酱油一兑吗？还真不是你厉害这样。你有没有看过哪个博主从和面开始做的？有没有？有的话，你帮我艾特他出来一下。另外呢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。你看我用了什么葱？大葱、香葱、干葱，还有这个洋葱哈。葱都是4种。另外呢，我还有一个绝招哈，看见没有？这个东西小河虾，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。这个东西一口香，嘎嘣脆，贼上头。现在第一步了，我们切一下这个大葱哈，不要切得太细，太细的话，因为它生不起这个油温，一炸它很容易浮掉。接着切下一个洋葱。为什么要用4种葱呢？其实是增加这个葱油的一个复合味。接着我们再改一下这个香葱，最后要我们切一下这个干葱哈。这里面的葱最凶的就是这个干葱，我每一次切这个东西就要流泪。我试一下，今天能不能忍住啊？最后我们再切2片姜，可以增加这个葱油的香味哈。再来2小瓣蒜啊，小的蒜。这个我就开始炼一个油了哈，兄弟们，你别看我这个油哈，其实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上次拍剩下的花生油。这个油啊，用了1次啊、2次啊，炸东西能用吗？当然能用了，必须能用。你看外面那个油条，那个油哈，都炸黑了，炸给你吃，你还吃得笑嘻了，是吧？油都可以重复利用的，你看。但是一定要这种清亮干净的哈。另外哈，还有这个火，我也征求大家的意见。上次跟我说太 low 了，卡式炉都用不起，哎呀，说的我的心酸。我今天就把它换啊。大家在家炼这个葱油的时候，葱和油的比例是1比2哈。好，我们等那个油温有个3成左右，我们先下入这个姜片和这个蒜片哈。如果特别是你炼油的时候，如果你拿不准的话，你可以买一个那种温度计啊，像我这种就能感觉到这个手刚刚有点烫啊，什么感觉？就像你在烧开水哈，烧开了后锅里水开了，你把这手放在这上面，感觉到蒸汽的味道，基本上就3、4成了哈。开水100度，你能感觉到这个油的温度就是100度。像这个葱哈，你不能一次性怼下去哈。为什么不能一次性怼呢？它的厚度不一样，像这种要薄一点，像这种葱叶它就比较薄，这种葱头就比较厚。千万不要一锅怼哈，一锅怼就毁掉了啊！好，下洋葱哈，洋葱的肉比较厚，先下这个肉哈，把它炼香哈。4季都要过热吗？兄弟们看到没有？就为了给你们拍个4季，那相机都过热了，我站在这儿也很热啊。4K，对不起啊。葱白葱绿分开放，我们先放入葱白，接着再放入葱绿。像这个葱的话，就炸到这种焦黄色就可以了，你千万不要把它炸黑哈。这样的话，吃的待会儿放冷，它就是脆的啊。最后再放上大葱丝，把它凉起来。接着我们再来下这个干葱，还是3成油温放进去哈。哇，这味道真的是。让你觉得有一种想吞口水这种感觉哈，但是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忍住，这口水可不要滴到锅里啊，滴到锅里是很危险的。兄弟们，特别炸这个干葱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泡泡啊，这个泡泡越来越小的时候，它就是水分在接近干的状态下，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哈，一定要小火哈。最后的话就把火关掉，靠这个余温慢慢去炸。这些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，不会给你讲这些什么泡泡大啊、泡泡小的，没有的，只会给你讲水分要做干。这个干葱呢，炸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炸干之后，你快速要把它摊开哈。其实这个葱的话，它是有余温的，如果你不把它摊开，它余温很热，到时候它打开这葱也会浮掉哈。下一步我就开始炸这个虾了哈。你们肯定要说，哇，你这个油了炸虾。腥不腥啊？我告诉你，一点都不腥。小河虾吃的是真香的，而且还可以补钙。用这个纸把这个多余的水分给它吸一点，因为为什么呢？还有水分，你下去的话不注意的话，它就膨胀起来，会比较危险。好，我们炸这个虾的时候还是烧到4成油温啊。准备下虾。
好脆啊！哦，这个虾就起锅了哈，一定要炸脆炸。大家听一下这个虾的声音哈，是不是很脆啊？所以这个油经过这个虾一炸，更加的香。待会儿再把这个虾拿来熬一个汁儿，哇，这个面瞬间它的鲜味就提升起来了。如果你有条件的话，你可以加点瑶柱啊，或者是那种大的那种干的那种虾，煎一下，再熬一下那个拌面的汁儿，绝对的哈。YYDS 升天。接着我们开始和这个面哈，稍微在这个面粉里面给点盐，这盐的话可以增加这个面的筋度哈。然后打3个蛋在里面哈。我这里呢大概是1斤半的面粉，基本上就够5个人吃了。你可以吃几两面？兄弟们，你要别觉得这个镜头好像有问题，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拍摄条件比较艰苦，这个地方呢刚好有堵墙，所以你看的就是这样斜的是吧？那你可以稍微把电号这样斜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蛋呢给它这里面搅拌均匀之后，揉均匀之后，和成面絮的状态，接着就可以放入这个水啊。和面的时候，说实话，这个你要问我是有什么诀窍，这个还真的，反正就稀了就加粉，干了就加水。因为我这个确实没给大家称什么水啊这些配方啊。如果大家确实有需要，就可以打到屏幕上，我下次就把这个做面啊，这种水多少、粉多少都给大家固定出来。主要呢还是想着大家动手去做啊。说到这个做面呢，说实话，我从小就基本上就被熏陶过，因为我妈他们老家就姥姥家嘛，最早的时候，最开始是磨了个豆腐卖豆腐的，后来变大了，升级了就变成那种做面条的一个作坊。我小时候就是去捡那个面条，就这个机器做出来之后就晾晒嘛，那个干就是晒到那个上面，这样那个面呢它就会掉到那个地下，然后我就把那个面捡起来，再放到筛子里面去单独去筛。这个面基本上能把它揉光之后就可以了哈。这个面呢一定要这样去叠一下它哈。叶问来了吗？给我弄起啊！我要打10个。你这样就一定要珍惜那种手工的面条，别看师傅马上给你拉，可能给你做出来拉出来，其实它是经过很久的反复的搓揉，这个面才做得出来的。这个面就揉光了哈，我们让它包上保鲜膜，醒个20分钟哈，这样的话面会更加的光滑，更加的有劲道。兄弟们，现在要使用双节棍了啊，插上婆纹。要把刀先把多余的边角给它切掉哈，尽量给它切方一点。好，我们切完了，将这面轻轻的抖一下哈。现在进入第3个环节，就是炒这个汁儿哈。稍微给点这个我们炼好的这个葱油哈，少给一点点哈。我们来炒一个冰糖的一个糖色哈。小火慢慢炒哈。其实我知道很多老师做这个调这个汁的时候，肯定是直接把酱油、白糖给你怼在一起。因为这样做的话，它是没有粘稠度的。就是做这个面的话，一定要那个汁啊，一定要斩守粘稠度，这样的话它会粘到那个面条上，更加的好吃。加点水啊，这个炒这个糖色的话，你一定要加个温水下去啊，不然的话你不要加冷水啊，不然它会温差很大，容易爆出来蘸到你哈。好，下面我们给个小半碗生抽，再来点老抽哈，查一下这个颜色。好，又加个2勺，增加这个汁的鲜味哈。好，我们之前炸好的这个葱丝，加点在里面哈，干葱这些加点再进去熬，这样这个汁会更加的香。炸了一部分虾也放一点进去哈，这样的话这个汤汁会更加的鲜哈。
为什么要加水呢？其实水的话起一个导热的作用，把几个酱油、生抽还有蚝油综合在一起。如果你不加水的话，只是干烧的话，那个酱油就越烧越黑，越烧越咸啊。有些人给你说是不加水，其实那个是不对的啊，一定要加点水来导热，再把这个水熬掉。这个汁儿既然保留了这个姜葱的味道，也保留了这个虾的鲜味啊。这个汁儿的话，一定要熬到这种粘稠度哈，可以这样去检验。你用手轻轻沾一下啊，你摸到这个手的有点粘手哈，这个就绝对就是 OK 了哈。最后我们把这个汁儿过滤出来，就开始煮面条了啊。你说这个汁儿再加这个姜葱油，再加这个虾，熬得不够鲜吗？你自己可以想象一下是什么味道。好，水开了，我们就开始下面条啊。面的话，煮这个面的话就要点3次水啊，开一次点一次，开一次点一次。这个面呢煮到8分熟就行了，不要全部煮熟哈。现在就好了哈。这个面一定要放在凉开水里面过一次哈，我们再放回热水里面。这样做的目的是面它不会的腻。好，我们先来一勺葱油哈，接着再来上汁儿。兄弟们，这个葱油面就做好了。我现在替大家尝一下味道。哇，好得劲啊！哇，有浓浓的葱油的香味。我开始吃哦。哇，不得了，这东西真是。哇，不摆了，真的不摆了。相信大家都用过香水吧？香水都讲究前调、中调、后调。这个面的味道就好像是你入口之后，你感觉到非常浓烈。首先它一种葱香咸炫味，入口之后，其次呢，你能感觉到一种回甜。这种回甜呢，非常的绵长，它还不像那种甜到发腻那种感觉。最后你能吃到这个小河虾。非常的脆，也很鲜，就好像在小河里游啊这种感觉。啥也不说了，我先去吃面了。忘记了，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吗？偶像。